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台北2000萬買預售還是買中古呢？算完坪數才知道，同樣的錢大小差1倍。先說結論哦，台北市2000萬以下的預售屋，你要自住之前，你要買之前哦，還是要想一下，真的要想一下。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網絡上的不買清單，可以相信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我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2000萬在台北到底要買中古還是買預售哦。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2000萬在台北怎麼買房？數據鋪同總價，這產品直接多一間房。那內容是這樣，就是在房價總價門檻不斷拉高的情況之下，2000萬哦已經變成台北購屋的最低門檻。講是這樣講啦，你真的去上591看一看，好像變成3000了哦。好，那2000萬到底可以買到多大的房子嘞？來，我們先看永慶房屋的統計。你有特別對哪一區感興趣的話，你就自己按暫停。以台北市文山區為例，同樣是2000萬的房子，你買中古的話，可以買到的平均坪數是 25.6 坪。那預售嘞，2000萬的預售在台北市文山區13.5，直接少了一半。因為現在的新建案公設比更高。我們之前有一個影片在講哦，現在台北市已經超過誇張的 40% 公設了，所以如果你扣掉公設的話，你實際使用坪數會變成什麼？9坪多一點，9坪多一點嘞。2000萬買9坪的使用空間哦。那如果你是買中古的話，還有個18左右吧，因為中古的公設往往沒那麼高，可以抓個30%，房價也沒那麼高。也就是說，你現在買台北市的房子，以文山區為例，同樣2000萬哦，你買一間中古的使用空間是2間預售的大小。哦，那你要買預售還是買中古？我們先不下結論哦。當然，再來你要知道，想買台北預售，實力要很堅強哦。你之前一定也聽過一句話，預售是年輕人最容易上車的門票，因為它怎麼定價簽10%哦，定價簽5%這種東西，等於他把頭期款拆成3年，讓你慢慢去付。但是現在看起来這件事情哦，在台北可能已經不成立了，因為現在哦，土地取得成本跟營造成本這幾年不斷的升高。不要忘了哦，剛過去的所謂的土方之亂，土方之亂也是很奇怪，突然就無消無息，好像又沒這回事。還有今年政府反正就碳稅，你知道碳權啊，碳稅，這都會拉高建商蓋房子的成本。結果就是你看到這樣哦，你想要買台北，然後你買到2000萬以下的預售屋，還是有哦，依然有，不會買不到，但是買到的房子哦，已經會小到你覺得自己住都有點勉強了哦，一房一廳這樣，真的哦，你去模擬一下，我們剛才講的實際使用坪數9。然後你要扣掉一些硬裝，像是你的大衣櫃啊，就太小了。你這個衣櫃已經不是只能收納衣服了，什麼東西都要往裡面擺。然後廚房、廁所、廚具啊那些東西，然後還要擺固定家電、家具家電、床、冰箱擺一擺，這些家具店都進去以後，你就會發現，我靠，怎麼我想擺個電視都沒有什麼空間。那最後就會出奇怪的招，叫做用投影機打牆上，然後去研究那個什麼短焦投影哦。那這個就是如果你只有2000，你硬買台北市預售，很可能會發生的狀況跟問題。最後你也要知道，2000萬買台北市的中古很不錯啊。我知道你喜歡新房子哦，誰不喜歡新房子？你不想要買那個髒髒舊舊的中古屋，覺得中古屋是沒辦法中的辦法這樣。但我跟你講，以台北市2000萬這個預算來看，你在文山、萬華等等區域其實可以找到不錯的中古2房的。當然你要找3房的話，屋齡會比較高然後甚至是要看到公寓這樣。但怎麼算都比使用坪數不到10坪的預售還要大間。那還要中古嗎？生活機能沒什麼問題嗎？這就不要跟我嘴什麼有沒？你說中古那邊就很荒涼啊，你都知道它荒涼了，你還去看？跟那個中古已經那麼大一片社區在那邊20年了，7 也開了，全家也開了，蝦皮電腦店全聯這都開起來了，所以這個生活機能應該是比較 OK 的。你說蛋黃預售，生活機能好的預售，拜託那就不是2000萬摸得到的東西而且我現在認為買中國的風險就是比預售來的低非常非常的多，它是門檻高，但風險很低，因為你就不用開盲盒你也不用怕說什麼在你預售交屋之前政策大轉彎怎樣又怎樣。之前預售一族不是就有遇到一波嗎？突然出現了什麼第2、5層，突然出現了預售屋不能轉讓，什麼有沒的，這是讓本來很多多間預售自產的人然後怎麼樣，就想辦法要那邊平轉慢慢降轉，
還會遇到銀行不給他貸款代買。像這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獨家預售交屋雖狀限貸令，貸不到80%，買家憂斷頭。就這樣，就是你在跟代銷簽約的時候，他都跟你打包票，可以啦，沒問題啦，貸款80% OK 啦。實際結果是怎麼樣？銀行真的在貸款的時候放不到80%，一差一層，你看2000萬差一層200萬，你生得出來哦？你要去借了呢。你說他代銷喇叭嘴也不是這樣，你3、4年前的時空背景，當時怎麼看怎麼沒問題啊？你3、4年後信用管制出來，到底是誰的問題？怎麼會你買新燦爛的預售還要預防額外會發生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所以我這樣看看，我是認為說，如果要我選的話，中古省事很多。當然，如果你鍾情於預售，你就是想要住新房子那也行啊，就當我沒說啊這個也是蠻多朋友的選擇。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討論了台北2000萬預算到底要買中古還是預售這個問題。我們先討論了同樣花2000，你買中古的實際可用空間可以大預售快1倍，大非常多。所以我認為台北2000萬以下的預售案進場之前，你是真的要思考一下，因為住起來很有壓力。而我的結論是，以同樣預算在台北市買房，中古屋的實際使用空間明顯比預售屋大。而且交易風險也比較低。如果你追求的是生活品質跟居住舒適度，中古屋是個很務實的選擇。當然，如果你對新房子情有獨鍾，那預售就去啊。預售屋還是有預售屋的龐大的市場。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台北市來買房子的話，這個總價最少要是多少 ？A 2000萬 ，B 3000萬 ，C 5000萬以上。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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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雖然講是這樣講板板正正的這樣講，但是台北市極端蛋黃區的一房一廳甚至是套房，是不是還可以買？還是可以啊，還是可以啊。台北市它獨立於全台，你要額外這樣子看，就是你不能拿其他縣市的房地產的經驗去套用到台北市身上，同樣台北市的房地產的經驗也不能套用到高雄來，就不對真的完全不对。好，台北市是獨一檔的東西，台北市的極端蛋黃區，
我看過，那個時候有個二代朋友哦，然後怎樣，家裡幫他買了蠻猛的，就在市政府捷運站正對面哦的新房子，還不老房子，新房子嘞哦，好6000多的，他講做兩房，但我等一下解釋給你聽哦。就這樣，6000多買兩房，然後房子怎麼樣？蠻小的，然後陽台蠻大，他都搬一張椅子在那邊抽菸哦。好，總之就是這樣。台北市的頂級地段可不可以買？還是可以買？為什麼？因為地段極佳的地段哦。最無敵的地段永不墜落，都是這樣的頂級地段，無視空間問題。你那個頂級地段的門牌一拿出來，銀行哦預設都是貸你8成哦，首購的話預設都是貸你8成，很厲害了哦。再來哦，我講一個東西，就是我們今天拿2000萬哦，為什麼是2000萬？因為2000萬哦，以一個雙薪家庭來說還可以扛，雖然已經扛得很緊繃了哦。如果你的不是比較高薪的工作的話，扛得非常的緊繃。2000萬，你知道每個月還貸款的壓力多少嗎？我們就講首購哦，你知道2000萬頭期款要拿多少出來嗎？哦，頭期款要拿400，這個400萬你就出去了嘛哦，然後剩下的1600萬，他每個月要你還多少房貸？做30年的話哦，大概是63000到65000，很硬呢，這30年呢很硬呢，说真的是很硬的呢。你看一個雙薪家庭哦，假設在台北市混得還可以的話，老公年薪100萬，我們就算100。哦，老婆年薪100萬，我們就算100，好，100、100、200哦，然後每個月這樣子去扣，生活品質上會不會受到壓縮？會哦，那這就是反正就這樣啊，台北居大不易哦。以前有個詩人叫白居易，你叫他來台北市，寫詩很厲害啊，你寫哦，你看你們什麼時候，民國幾百年，你寫出一間台北市的房子，就這樣，台北市是真的很硬。好，在這種如此之硬的情況之下，會催生出一些特殊產品哦，因為是台北市，所以我還口下留德，我講它叫特殊產品。這個如果在高雄，我們就直接喊它叫什麼瑕疵產品了哦，就這樣。好，這東西叫夾層屋。好，夾層屋不是完全不合法哦，是做起來你很容易把它做的不合法。在合法申請的情況之下，夾層屋反正你就去看啦，一個建案跟你說4.6米哦，挑高4.6米哦，挑高4.8米，這個有搞頭哦，這就可以搞一個。在中國那邊叫路飛，LOFI的，反正就是夾層哦。夾層的話就是底下是生活機能空間，然後爬一個樓梯，真的要爬樓梯，那個樓梯還不是直上直下，那個樓梯還要旋轉一下，這樣爬上去很窄哦。爬上去幹嘛？就睡覺。好，那如果你挑高是到4米的話，你人在上面還能站直，通常都用鋼管去定的啊，所以你那個踩起來就咚咚咚咚這樣很不 OK， 夾層屋就跑出來。好。回到我剛才講的那個兩房，那兩房怎麼來？第二房加成啊，是這樣子啊。然後這種房子你看一看比中南部的一間主臥室中古屋的主臥室都差不多大小，然後這樣子6000啊，這就是台北市的威能。可是你看他就買了還是有他的買家，沒辦法，頂級蛋黃就是這樣。好，所以台北市能不能做這種特殊產品？我現在的判斷是可以，誰叫他獨一檔？誰叫它就是這麼貴？假設你同樣花2000萬，你買一個全平面的，然後擠得要命這樣，然後結果你有一個可以做夾層夾層是1/3的投影的面積是合法的狀態，只是1/3不夠用，你知道，所以大家都會給它往外推出去的那一部分不合法，是這樣。夾層不是完全不合法的東西。好，就夾層啊，夾層是不是就可以生出床鋪的位置了？當然，就很多老人家不能接受。其實很多年輕人不能接受，他就說這樣很像在睡上下鋪，你知道上下鋪的那個空間，就你人躺在床上，你離天花板很近，睡起來有壓迫感。那這個冷氣怎麼裝？裝旁邊，很旁邊哦。你可能你們夫妻這樣子睡躺平這樣子睡這邊睡老公，這邊睡老婆，那個冷氣只能架在你的旁邊，你腰的這個地方，它也不高哦，就是夾層怎麼會高？就這樣子吹所以很多生活上的窘況跟問題啦，但沒辦法，台北市是獨一檔的東西，這個我跟你分享同樣2000萬你去買一個一房如果這個2000萬它是這種規劃的話，它沒有挑高規劃，它只能是一房一廳一房一廳有夠拮據，真是有夠。網絡上很多開箱啊，台北市的房屋的開箱小坪數的非常非常的拮據，廁所什麼是很漂亮，都貼藝術磚我那用起來真小，那小到什麼程度？然後還弄了一個廚具，當然沒有什麼獨立廚房這種東西，都跟客廳是連通的，還弄廚具，冰箱也不能選大的。然後那個廚具啊，我們一般來說抽油煙機，你電爐也一樣，就是你上面會有抽煙機的管子嘛，很粗的煙，那個叫排煙管排煙管嘛。
排款拍款啊，我們就會做一個還是整體的櫥櫃門片把它擋起來，對不對？所以你可以想象門片打開來，裡面有一隻歪出去的管子，很大。不好意思，你如果是這種超小坪數的房子，你這邊都要利用起來，這邊都要拿去塞雜物，你知道嗎？不然沒辦法啊，沒地方塞啊。然後廚房的櫥櫃塞的已經不是全部都是廚房在用的東西了，廚房的櫥櫃然後塞生活用品啊，不然怎麼辦？打開來就是。然後通常洗衣機會給它做在哪裡？你以為你還有一個獨立工作陽台可以放一個大大洗脫烘洗衣機？有屁嘞，都給它做在廚房櫥櫃下面。對不對？這就是香港的生活習慣。我媽媽要供，我自己是覺得，我是去找朋友哈，然後他就是住這種，他去租啦，好工作異動租啊，然後晚上開趴喝酒這樣，然後我去找他，我們看房地產的，我們當然問他，他說哦，這真的很爛，就是流理台下方中央的下方去塞那個洗脫烘，那個洗脫烘也不能塞尺寸大的，你知道，完全都不乾啊，都不乾啊，都不乾啊，他講最多就是這個都不乾，我說啊都不乾你怎麼辦？我還要晾啊，然後就帶我去看，你看這個是我自己釘的一個鋼絲繩然後這個讓它拉起來，然後在那邊晾衣服，在室內晾衣服，然後冷氣開除濕。然後我說啊，這裡生活的人都這樣他說沒有啦，我是晾啦，不然他們的話都是跑到樓下的或附近的洗衣店去洗。哎呀，這我2000萬我是砸下去了，還要過這種日子，不是很憋屈嗎？對不對？然後反正我就是想說。高雄真好高雄真舒服真好，2000萬你知道人家高雄可以買什麼嗎？哇靠，高雄的頂級地段2000萬也可以買到三房，我說中古啦三房的話車位也有，你預售現在2000三房車位也都有啊然後有自己的工作陽台，該有的都有。當然台北市跟高雄市比是沒什麼好比的但是生活就是這樣嘛，你喜歡哪個城市，你看看你有沒有辦法就過來這裡生活自己就活得比較舒爽一點台北市真的是獨一檔，我相信台北市的青年好漢們看到怎麼有一個詩人叫白居易，林老師是什麼邪門歪道，看的是賭爛。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